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《你的眼睛在追问》。磊年仅24岁，但他却过着颓废的生活。他不用手机，也没有朋友，只靠打零工维持基本的生活。但冥想里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现状。冥想里的眼睛看不见，他误将磊认成之前在收费站工作的老爷爷。他自来熟地将食物分享给磊，想和他一起看电视。但当他发现磊不是老爷爷后，惊吓地收回食物离开了。磊看到外面下着大雨，出于同情，他请冥想里到屋内避雨。磊很好奇冥想里失明了，为什么却会看电视？但他没有问，他接受了冥想里的便当，并且按照冥想里的嘱咐照顾他送给老爷爷的金柜。之后的日子，磊开始期待冥想里的出现，同时他回到曾经就职的拳击馆，为4年前不告而别道歉。老板和教练虽然气愤，但他们觉得磊是可塑之才，所以希望他回来参加世锦赛，但磊拒绝了。与磊的消极不同，冥想里虽然失明，但却很努力的生活，即使工作时被顾客谩骂，也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。磊向往明里香的乐观，所以当冥想里再一次找他时，他很激动。冥想里闻到金柜的花香，他知道磊有细心照顾金柜，因此觉得磊是一个可靠的人，所以他留下来和磊一起看电视。冥想里对气味很敏感，他闻到磊身上有奇怪的味道，但他没有嫌弃磊，只是请磊打开窗户，并且小心询问他是否做过运动。磊意识到他的脚有味道，一时很尴尬，冥想里却转移话题，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冥想里听出磊很疲惫，所以猜测他是上了年纪的大叔。磊觉得很离谱，但他却没有解释。冥想里离开后，磊匆匆洗了脚，追上冥想里，将一袋桃子送给他。掃除のおばさんからもらったから。じゃあ遠慮なくいただきます。来週もまた来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。约好看电视的日子，磊提前开窗通风，等待冥想里的到来，直到听到冥想里拐杖的声音，他的脸上难得露出了笑意。冥想里发现磊换了新鞋，磊不想让冥想里知道他很在乎他的看法，所以回答不是新鞋。熟悉之后，冥想里好奇磊的样子，他询问磊是否长相帅气，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冥想里因此以为磊的样子很丑，所以安慰他男人的内在更重要。磊觉得冥想里善解人意，他对冥想里很有好感，所以在冥想里脚受伤时，他明知道背他会很辛苦，但却仍然坚持背他回家。磊帮冥想里修好了被内裤堵住的下水道，冥想里为表示感谢，邀请他一起去听音乐会。约会当天，冥想里特意做了头发，换上漂亮的裙子，但他怕是自己自作多情，所以换回了平常的衣服赴约。冥想里和磊在一起很开心，但吃饭时他却不小心将烤肉掉到身上。磊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，悄悄将毛巾送到他手边。冥想里为了掩饰尴尬，转移话题，他告诉磊，之前他常和父母来这家烤肉店，失明前他在大学学习雕塑。冥想里好奇磊的过去，但磊却不想回答。昔のこと知ってどうすんの？私まだおじさんのこと全然知らないし。いいでしょ、話してくれないと分かんないなら。話さなくても君が焼肉食べたって服見ればわかるけど。冥想里很受伤，磊也觉得自己很过分，所以他告诉了冥想里他的真实姓名和年龄，并且解释因为他以前做过很多坏事，所以不愿意提起过去。尽管磊承诺不会再做坏事，但冥想里却不知道是否该信任他。而磊对冥想里坦诚后，他决定不再隐瞒不堪的过去，所以当老板劝他回拳击馆时，他坦白4年前参加了非法组织，替他们打地下比赛，同时做他们的打手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。
他因此坐了3年零5个月的牢。磊觉得自己有罪，他没有回拳击馆，他来到曾收养他的孤儿院，修女将孤儿们做的头花送给他，并且建议他把头花送给他心仪的女人。而此时明香里被经理龙文叫到办公室，龙文送他一条项链，约他共进晚餐。明香里常常被龙文骚扰，他没有答应，但回家时却发现龙文等在家门口。龙文不顾他的反对闯了进来，他粗鲁地为明香里戴上项链。明香里反抗却被打，他迫不得已按响报警器，龙文却变本加厉打得更凶了。明香里只好求饶，龙文却没有停手的意思。就在明香里绝望时，磊出现了，他想狠狠教训龙文，但明香里害怕丢掉工作，他请求磊不要打龙文。磊无法忍受明香里被欺负，他用手堵住龙文的嘴，掰断他的手指，警告他。磊虽然很小心，但明香里仍然听到他打了龙文。明香里担心丢掉工作无法活下去，磊承诺会对他负责，可是明香里却觉得磊只是在可怜他。明香里让磊离开，磊觉得明香里讨厌他，但他仍将头花留在了他的餐桌上。磊想见明香里，却不敢再打扰他。不久之后，明香里再次出现，磊知道明香里辞职了，只是这次他不敢再说对他负责，但明香里却请求他。週末時間があったらどっか連れてってくれない？責任取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から、それぐらいできるでしょ？いいよ。磊带明香里来到海边，他告诉明香里，这里是他记事起第一个记得的地方。他记得母亲拉着他在沙滩散步，然后抱着他走向大海。母亲自杀了，但他却活了下来。明香里为了安慰磊，他带磊找海玻璃，并且告诉磊海玻璃的寓意。ガラスもここまで削れたら誰も傷つけない。傷ついたことがある人は優しくなれる。あの日傷ついたこともきっと意味があった。このシーグラスは私たちをつなげてくれるお守り。磊为了对明香里负责，他重新回到拳击馆。为了得到奖金，他积极训练，为世锦赛做准备。因为有了明香里，磊第一次体会到有家的感觉。帰り。磊尽己所能对明香里好，他看到别人有导盲犬，便买了一只送给明香里。他担心明香里被绊倒，便将房间的地板全部改平。明香里为了找工作学习推拿，磊却希望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他承诺赢得比赛后为明香里开一间陶艺店。磊为了实现承诺，在比赛中拼尽全力。他不想让明香里担心，总是处理好伤后才回家，而明香里也总是在确定他安然无恙后才放心。明香里从磊的身上获得了安全感，他想知道磊的样子，好把他牢牢记在心里。明香里觉得磊能让他幸福，他带磊去墓地祭拜他的父母。他将父母去世的原因告诉了磊。磊看到明香里父母去世的日期，他想到了曾经犯的错。在他做打手时，曾被安排向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追债。那个男人在警察赶到时，用汽油浇在身上跳楼了。明香里因为看到男人跳楼，一时疏忽发生了车祸。磊觉得是他害死了明香里的父母，又害明香里失明，他很自责，不知道如何才能弥补自己所犯的错。而此时他曾加入的组织再次找到他。孤儿院的玩伴宫介是组织的老板，宫介要求磊回组织参加地下比赛。磊答应明里香不再做坏事，他拒绝了宫介。但很快他得知明香里有复明的可能，可是明香里觉得他害死了父母，为了减少自责，他拒绝做手术。磊想让明香里振作起来，他告诉明香里他们以后会有孩子，
只有复明了，他才能亲眼见证自己的幸福。明香里被触动，他选择接受手术。雷以为拒绝弓介就安全了，但弓介却用明香里威胁他，雷只能被迫和弓介做交易。弓介承诺只要雷赢得比赛就放过他，但地下比赛和世锦赛的日期有冲突，雷无法再赢得世锦赛的奖金。为了凑齐明香里的手术费，他要求弓介提前支付报酬。弓介支付了一半的报酬，雷找到教练为放弃比赛道歉。雷答应会等明香里复明，但送明香里进手术室后，他却销毁了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物品。雷觉得他不配给明香里幸福，所以他打算从明香里的世界彻底消失。地下比赛的规则是不择手段赢得比赛，直到对方断气前都不能停手。雷在上场前才知道换了更厉害的对手，他意识到弓介不打算放过他，但他仍然选择上场。弓介为了讨好合作伙伴，故意安排雷和实力最强的拳手比赛，他让合伙人买雷书以贿赂对方。弓介以为雷必输无疑，但雷却一招制胜打败了对手。合伙人大怒，弓介的生意被毁了，但雷却偷偷让教练下注他赢，他因此成了全场最大的赢家。明香里的手术很成功，他的眼睛复明了，但他却没有见到雷。雷知道明香里的手术很成功，他拜托教练将赢得的钱一半寄给明香里，一半寄给因为他跳楼去世的家属。雷打算继续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，但弓介却找到他，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报复。明香里不知道雷经历了什么，他一直在等雷回来，但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直到他收到修女寄给雷的发音盒，他才知道了所有真相，也知道了雷是因为自责才离开他。明香里没有因为知道真相而责怪雷，他用雷的名字开了一间陶艺店。转眼2年过去了，明香里在医院做义工时遇见了雷，但雷无法原谅自己，他也不想让明香里看到他狼狈的样子，所以他没有和明香里相认。出院后，雷偷偷来到明香里的店，他买了一盆他们一起养过的金桂。离开时，他看到修女寄给他的发音盒，听到发音盒里播放着明香里最喜欢的音乐，他意识到明香里知道了真相。雷觉得明香里不会原谅他，所以被明香里撞见后，他惊慌地逃走了。明香里回到店里，听店员说有一个奇怪的男人盯着发音盒哭，这时他才意识到狗叫的凶是因为他认出了雷。但雷因为得知明香里知道了一切，他自知无法再面对他，所以想结束他的生命赎罪。就在他走向大海时，他听到了明香里的声音。私の目みたい。おかえり。ちょっと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见。